可以看到我去存钱，我去办事好了，你可以看到我拿这本存折，你看到我这个样子，然后上面写一荣先生，你到底你应该称呼我先生还是小姐？是很难吗？哪位同学愿意回答一下？那其实当然就是照你所看到的，就是我都已经这么努力了，我希望表现是一个女生的样子，我很努力的把我女生的正统表现在我的外表，那当然就是叫我小姐。那就像小芷刚刚讲的，就你要尊重跨性别者的认同。好了，那假设我打扮比我真的那么不 OK， 让你们都是我不好，让你们都看不出来，实在不知道该叫我先生小姐怎么办？不好意思，我想请问一下，因为我是前2年有上过物理法律课，然后是有一个状况是我在找资料就有发现的，就是说有一些男生他认为他是女生，然后他也是真的是个男生，可是他说对，不是他本身有男性的生殖器官，他自己也认为他自己是男生，可是他喜欢做女生的打扮。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到底要称呼他是生小姐，我就真的很疑惑。所以如果是我的话，会觉得忽略掉那什么称呼，我说那个请你上场啊，就是用那个或者是那其实一个在学校的话，有很惯用称谓同学。那在外面可能还有各种称呼法，贵宾啊，就是你在宗教界什么大德啊，对啊，那或者就像那位同学讲的，其实你要想办法避开不难啊，这个那个啊，像有会日文的同学的话，阿诺啊，对不对？就有很多方法可以避开。那当然就是你可以明显看出他的认同。例如我的话，那叫小姐我很开心，叫先生我会想打人。那如果实在看不出来，你就用中性的称谓这样。对，那邮局这件事情，对，邮局给我的回答，就我请他们把那个称谓拿掉。他们跟我说的回答就是，那个称谓是要辅助柜台人员辨识客户的性别。废话，我听到这个我很想把他打死，你知道吗？就是绝大部分的客户根本不需要这个辅助啊，需要这个辅助，你照上面讲反而会出问题。那对，我现在正在跟他赌就对了。那这样我先补充到这样。他讲的其实还蛮生活化的，就是像我大学毕业证书嘛，它是英文版的，它其实都没有性别哦，但是它有个 he， 然后我就跟学校吵说，你从头到尾都没有提到一个性别，然后你就是那个毕业证书是英文版的，所以都从头到尾都没有提到性别，可是你那个叙述却冒出一个 he， 就是我对我造成困扰，然后我说我不喜欢什么的，然后他跟我说，那男生不是1，女生不是2吗？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身份证是女的，然后他就说，那你要跟我讲什么的，那我就说，那我就再拿出一张身份证，我说我是男生也是女生，那你到底要用 P 还是 Q？ 所以我就跟他说，其实性别不是重要吧，重要是其他的资料吧，名字啊这些，生日啊。你反而就是 focus 在那个he跟she，我不知道一张毕业的书 focus 在 he跟she到底要干嘛，而且我不爽，我叫你改，然后你们又要跑公文，又要就是浪费那个行政资源，就是对大家都没有好处。我觉得你们就是用一些中立的，其实就好了，只是一张毕业证书嘛。这个就是我刚才讲的 intersex 状态，我用一些 intersex 的例子来告诉大家，然后我会放一个7分钟影片告诉大家，就是其实生理性别这件事情，它是没有一个明显的分界的这件事情，这个其实还蛮重要的，就是我希望可以花7分钟时间来告诉大家这件事情。那这是一个案例，就是说，就是他们结婚8年嘛，然后后来发现丈夫他其实是46XX，46XX是女性染色体，没错嘛，你们知道这件事吗？46XY是男性染色体，
是男性的染色体，不是代表他是男性哦，不一定，懂吗？就是要分开讲。所以他是有一个46XX染色体，他染色体是女性，可是就是他出生之后被指定染色，他以为自己是男生这样的一个案例。好，就是我这个先不要讲太多。然后这个是刚才讲的，就是有一个她出生是被指定为女性，也被当成女生在养，可是她到青春期的时候，发现自己月经没有来，然后她的染色体去验，其实她是16XY是男性染色体，那她其实是那种雄激素不敏感，她身体没办法接受雄激素，所以她才会长得比较女性化。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哦，就是他染色体是16XY，那你们觉得他是男性吗？因为他出生的时候被当成女性，然后也被当女性了，他也觉得自己是女性。那虽然他染色体是16XY，可是他不觉得自己是男性。然后再说，其实女性对雄激素是敏感的，这个大家知道吧？女性其实对雄激素也是敏感的。今天有个女生打男性荷尔蒙，她其实是可以接受这个男性荷尔蒙的，或者是女生有少数的男性，就是体内有少数的男性荷尔蒙，她身体其实也是可以接受的。所以有些女性的，就是对男性荷尔蒙比较敏感嘛，所以她会稍微比较男性化一点。OK， 那这个个案是她因为身体是没办法接受那个雄激素，所以才会就是比较女性化一点。那这一个的话，这个是我们认识的一个个案。那他的染色体是46XX，是女性染色体。那是因为这个说来话长，是因为有一种你们知道一种抱生男的一种转胎药吗？就吃了以后可以一定会生男孩这件事情，就是他妈妈就非常希望他可以生男生，所以就吃了这些转胎药，就是说吃了一定会生男孩。那他怀的其实是女婴。那因为这些药有男性荷尔蒙的成分，所以造成他生殖器就是比较男性化一点，出生的时候被以为是男生。然后接下来大家可想而知，他过了一个非常非常的日子，就是他从小被当男生养，然后在学校被当成怪物啊，不男不女啊，然后甚至还去当兵这件事情。那为什么可以去当兵呢？因为早期的体检其实没有那么严格，其实现在也没有那么严格。然后再来一个就是以前对于就是异性的身体是比较不了解的，就是他说他在当兵的时候，就是里面的男生没有人知道他是女生，因为他们没有看过女人的身体长什么样子，所以没有人，大家只是觉得他的身体跟我们不一样，只是这样而已，不知道她是女生。因为他们没看过女生是什么样子，所以就过得非常非常痛苦这件事情。然后再来就是他后来生了小孩，因为他的法定性别一直都是男生嘛，他生了小孩，他不知道这件事情要怎么办，他没办法帮户口，他不知道怎么办，他没办法当这个小孩的妈妈。后来这个小孩被夫家拿走了，就是夫家不想给他养，就是他小孩就被抢走了。那这件事情，那为什么？那你们会为什么他不改成男性呢？刚才讲的要改成男性要手术啊，他们的就是就是非常就是官僚，就说他不行啊，要手术啊，我们改性别要手术啊。那你要他啊？对，该女性，对，该女性，那要手术啊，那怎么办呢？所以他又没办法改啊，他就搞很久啊。然后再后来他虽然是改了，然后他是因为手术，他有做一个手术，那个手术是把他阴茎变小一点。然后这个折磨他很久，然后其实做手术不够，还要2张精神科评估，要证明他是女性。那因为要做手术要精神科评估嘛，那就是要手术要精神科评估，你才可以就是变更为女性，就是它是一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荒谬的制度。那而且他证明染色体没有人理他，因为染色体不是，其实现在不在官方的那个证明文件里面，因为我们验性别就是不会用染色体嘛，出生的时候是肉眼判断，那我变更法定性别也不是验染色体，
所以它就变成这样卡在这边，所以它是一个，我觉得算是一个蛮悲惨的一个例子。好，这个话给洛伊讲，为什么会讲猫呢？这个是跟性别有关的哦。你要大家猜这个是猫。为什么我要放这张照片？因为它很可爱嘛。对啊，它很可爱。它这小指临时想出来要带这个议题了。那正好，因为今天我们三位都很喜欢猫，那就会想到用猫来举例。那来上点生物课。来，大家猜看，这只猫是公的还是母的？怎么猜？有什么根据可以猜？看着比较好看哦，看动物还不太知道该怎么判断它是公的母的。你又看不到它的屁股。我知道大家一定猜不出。家里有养猫的，可以举一下手。有养猫的。这什么猫？那什么颜色的？8只你赢了，他们7只就很夸张，你有8只，那有没有这种的三花猫？好吧，那后面的别的同学有没有那点猫？你觉得三花猫是吃动物的？三花猫大部分都是。对，我直接讲，对，就是大家在路上看到这种有黑、白、黄、紫还是黄，这种猫叫做三色猫或三花猫，这种猫几乎都是母猫。那之所以会有这张照片，我觉得这是前不久的一张新闻照片，但因为它是公的，所以很罕见，所以上了新闻了。好，那来开始就上一点简单的生物课，那就是大家知道，就是决定生物的各种表征，就是因为我们的基因染色体。那决定猫身上有没有白色的，这个是一个对所谓的体染色体，就是不是跟性别无关的一个染色体，就是我们人质的性染色体第46对嘛，就是23对。这个我比较不厉害，那就是就是它有一组跟性无关的染色体决定猫身上有白色，那决定有没有黑色跟有没有橘色的这个染色体是性染色体，那就是有。如果那就是有，如果一个 X 染色体可以决定它有没有黑的，那再另外一个X 染色体，它会决定它有没有橘的。那所以呢，就是以一般的三花猫而言的话，它要有，对，它要有黑色，又要有橘色，表示它会有2个 X 染色体，当然还有它另外的白色的染色体。这样你有跟上吗？所以说，就是这样三花猫的话，几乎看到它染色体就是 XX， 它就是母猫。那公猫的性染色体是 XY， 因为它只有一个只有 X， 所以它一般而言，它不是黑的，就是黑白的，要不然就橘的、橘白的。那如果一只公猫要像这样3种颜色都有的话，它的染色体其实就会是 XXY， 就是所谓的阴阳猫的状态。懂吗？继1、2年之后，我们也有阴阳猫，所以就是我们也会用这个当例子，因为其实台湾也是有一些4季叉3Y的人，我们的4季叉3Y，我们会叫 clean filter， 就是什么克林菲特症，好，简称克氏症，我们会说是克氏。好，这个就是要播影片了。好，这个就是7分钟，请大家感受一下这个生理性别界限是其实是不存在的，就是跟大家借用一下7分钟。好。对。
want you to imagine two couples in the middle of 1979 on the exact same day, at the exact same moment, each conceiving a baby. Okay? So two couples, each conceiving one baby. Now I don't want you to spend too much time imagining the conception, because if you spend all that time imagining that conception, you're not going to listen to me. So just imagine that for a moment. And in this scenario, I want to imagine that in one case, the sperm is carrying a Y chromosome, meeting that X chromosome of the egg. And in the other case, the sperm is carrying an X chromosome, meeting the X chromosome of the egg. Okay? Both are viable, both take off. We'll come back to these people later. So I wear two hats in most of what I do. As the one hat, I do history of anatomy. I'm an historian by training, and what I study in that case is the way that people have dealt with anatomy, meaning human bodies, animal bodies, how they dealt with bodily fluids, concepts of bodies, how have they thought about bodies. The other hat that I've worn in my work is as an activist, as a patient advocate, or I sometimes say as an inpatient advocate for people who are patients of doctors. In that case, what I've worked with is people who have body types that challenge social norms. So some of what I've worked on, for example, is people who are congruent twins, two people within one body. Some of what I've worked on is people who have dwarfism, so people who are much shorter than typical. And a lot of what I've worked on is people who have atypical sex, so people who don't have the standard male or the standard female body types. And as a general term, we can use the term intersex for this. Intersex comes in a lot of different forms. I'll just give you a few examples of the types of ways you can have sex that isn't standard for male or female. So in one instance, you can have somebody who has an XY chromosomal basis, and that SRY gene on the Y chromosome tells the protogonads, which we all have in the fetal life, to become testes. So in the fetal life, those testes are pumping out testosterone. But because this individual lacks receptors to hear that testosterone, the body doesn't react to the testosterone. And this is a syndrome called androgen insensitivity syndrome. So lots of levels of testosterone, but no reaction to it. As a consequence, the body develops more along the female typical path. When the child is born, she looks like a girl. She is a girl. She is raised as a girl, and it's often not until she hits puberty and she's growing and developing breasts, but she's not getting her period, that somebody figures out something's up here. And they do some tests and figure out that instead of having ovaries inside and a uterus, she actually has testes inside, and she has a Y chromosome. Now, what's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is you may think of this person as really being male, but they're really not. Females, like males, have in our bodies something called the adrenal glands. They're in the back of our body. And the adrenal glands make androgens, which are a masculinizing hormone. Most females, like me, I believe myself to be a typical female. I don't actually know my chromosomal makeup, but I think I'm probably typical. Most females like me are actually androgen sensitive. We're making androgens and we're responding to androgens. The consequence is that somebody like me has actually had a brain exposed to more androgens than the woman born with testes who has androgen insensitivity syndrome. So sex is really complicated. It's not just that intersex people are in the middle of all the sex spectrum. In some ways, they can be all over the place. Another example, a few years ago, I got a call from a man who was 19 years old, who was born a boy, raised a boy, had a girlfriend, had sex with his girlfriend, had a life as a guy, and had just found out that he had ovaries and a uterus inside. What he had was an extreme form of a condition called congenital adrenal hyperplasia. He had XX chromosomes, and in the womb, his adrenal glands were in such high gear that it created essentially a masculine hormonal environment. And as a consequence, his genitals were masculinized, his brain was subject to the more typical